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班曼 Team 的 ZH。刚才的安全大数据部分呢，见证了我们在安全工作上的持续投入。此前，我们也特别收集和研究了大家的反馈和问题。有玩家觉得，在战斗的开局，我们才会有安全的介入，但实际上，我们早在游戏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安全守护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相关问题吧。官方是否会打击外设？哪些外设是不被允许的？哪些是允许的？感谢这位玩家的提问。我们非常重视游戏的公平性建设，那么对于外设会进行严格的管理。对于有可能影响到游戏平衡的外设，例如是移动设备外接的一些键盘和鼠标，我们都会进行打击处理。我们并不是单纯的通过设备的外观或者名称来进行判断，而是更关注这些外设是否会对游戏的公平性造成影响。例如一些常见的游戏手机，它们本身其实并不会被禁止，但是如果加载了一些破坏游戏公平性的红功能，则会被判定为违规。那么我们继续。模拟器和手机一起匹配不会导致不公平吗？请大家放心，我们的匹配系统会确保模拟器玩家只会和其他模拟器玩家进行对局，以避免因为操作方式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。如果有玩家通过特殊的手段绕过了模拟器的检测，进入到了手机匹配池，我们会将其视为作弊的行为进行打击。使用 VPN 和加速器是否违规？有些玩家呢，因为存在旅游或者是和外地好友一起游玩的需求，为了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，会使用网络加速器或者是 VPN 来降低延迟，这类的行为是不会被处罚的。但是由于各地的法律对于相关的产品要求不同，请大家严格遵循本地的法律法规要求使用以上的产品。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，有些违规的软件会把自己包装成为网络加速器和 VPN 的，但实际上是进行作弊功能的加载和修改数据的行为。这种行为一旦出现就会被封号，要请大家认真的分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内容。这是一个关于队友开挂的问题，在游戏大厅组队不小心做了挂车，个人应该怎么避免？在挂车的问题上，我们的第一优先级一定是提升我们外挂检测的时效性，尽量减少作弊用户的对局时间。但是随着对抗的不断升级，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检测上的盲点或者是延迟的情况。那么这里针对于做挂车的行为，我们也搭建了相关的检测和处罚的规则。如果在对局过程中发现队友存在使用外挂的行为，请及时的举报并退出。不用担心，对于一些偶然的外挂组队行为，我们会充分的考虑随机性和收益所得。那么对于首次误上挂车的用户会进行警告的提醒，但是如果后续多次出现，将会面临轻分甚至是封号的一个处罚。我们也非常的理解玩家对于组队的需求，挂车的误伤确实会对组队的积极性造成影响。我们也正在着手的进行挂车方案的升级改造，新的方案将会加强对挂车收益的一个评估，对于误上挂车的用户会给予更早的提醒。那么详细的方案，请关注后续安全中心的更新公告。接下来的问题将由我的搭档酷柴来进行解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班判 Team 的酷柴。那账号问题呢，也是玩家非常关心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问题。账号出现了被骗被盗的情况，官方是怎么保护的？那针对账号出现被骗被盗的情况，官方提供了账号找回的渠道，玩家可以通过律通工具快速找回。为了提升玩家的找回体验，我们也升级了账号工具，新推出的账号找回 2.0 版本，预计在今年的6月上线，为号主提供更多的反应时间去进行盗号的拦截。针对诈骗盗号的问题，我们安全体系除了事后兜底，也进行了事前的保护和事中的提醒，多方位守护玩家。在盗号事前的保护中，我们开展实时盗号检测，识别到高风险将直接阻断登录，每日保护约7500个账号，拦截82%的可疑黑产。我们关注所有玩家的安全体验，如果出现了误操作，玩家也可以通过常用的设备来登录答题解除保护。此外，我们会提前识别到账号被盗风险。识别到风险时呢，我们会通过游戏内的邮件系统、弹窗提醒以及玩家绑定的邮箱等多渠道，每日提醒约49.9万的玩家。在事中干预部分进行了防诈骗优化，新增账号操作前的防骗答题流程，预计6月上线，帮助玩家谨慎操作。同时，我们也提供了扫码登录功能，在玩家需要登录非常用设备时，避免账号密码的泄露，我们可以做到精确的权限控制，满足玩家的登录需求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如何防被骗？有哪些防范技巧？这里呢，我们希望玩家牢记3不、3要、3警惕的原则。3不是不相信低价售卖，不要点击可疑链接网站，不要参与账号交易，减少共享账号。3要呢是认真阅读官方风险提示，关注系统邮件、弹窗、绑定邮箱的提醒，会分辨钓鱼网站。还有3警惕，注意官方人员不会在游戏外主动联系你，注意识别官方社媒账号都有认证。
注意官方邮箱、网址都会公告贴出，其余请勿轻信。下一个问题，玩家问为什么举报没成功？你们有没有在看？那我们对外挂类的举报处理有些类似于冰山机制，在水面之上，班判 team 对即时举报反馈如字苗透视有实时检测的系统，封禁作弊用户。但对于通过各种手段来绕过我们的检测、顽固对抗的作弊玩家，被举报后，我们也会立即发起针对性的检测，以及通过视频巡查等多种人工方式介入，在未来的7天内会持续进行观察。一旦核查到历史作弊，会进行追封补封。在水面之下，24年我们总封禁了超过868万账号，这其中呢也有很多是玩家在没有举报的情况下，班判系统识别到并实施处罚的。例如，我们的 Replay 实时化机器学习模型会持续的追踪，可以做到更精确的实时判断，以及我们不断在研究的移动端适合手机系统的封设备技术，来应对惯犯作弊。下一个问题，如何减少队友辱骂？对于这个问题，玩家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做了3重方案部署。第一呢，是实时辱骂的违规检测，通过实时方案进行检测，对于队友辱骂会精准识别，玩家点击举报后会立即下发处罚并禁卖。第二，游戏内关闭队友发言功能，针对低素质的队友，玩家可以选择一键屏蔽，并可以在游戏后选择不同队，将主动权交给玩家手中。第三是消极行为 AI 画像，对挂机、恶意伤害队友等行为建立了多维评估模型。下一个问题，氪金是不是不封号？2024年封禁作弊账号中超过230万个充值付费的玩家。所以，官方团队始终坚持数据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，对外挂作弊零容忍。下一个问题，游戏遇到外挂，玩家应该怎么应对？官方做什么来打击？当你发现敌人存在异常行为时，请立刻点击举报按钮，勾选对应的违规行为标签。而针对外挂，我们官方也有系统 AI 初筛加人工复核双链路，共同保证外挂检测。我们秉承着对外挂零容忍的态度，对我们的所有玩家及公平游戏环境负责。如果你对 PUBG 安全研发日常工作也充满着好奇，那么就由我的同事 Jet 在下一期揭晓，那就敬请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内容吧。